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奥金哲。今天这期视频是给大家来分享一个英国的保号卡。这个卡的话，其实很多人应该知道，但是我发现最近很多新进群的小白他还是不知道有这个卡的存在的。这个卡的话，我本来很早之前就想做个分享教程，但是手上没有对应的卡。我之前在10月份的话申请过一次，但是一直没有收到。后来在11月份我又申请了一次。终于在11月底，我收到了一批卡。接着12月份，中国就不支持申请免费的卡了，官方已经把免费邮寄的地址中的中国给去掉了，那就代表我们中国地区的所有用户无法去接收对应的邮件服务。但好在我还是赶上了一班末班车，目前的话应该是收到了20几张。然后前两天邮政又跟我说又到了一张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之前申请的一张，我还没去拿。然后本来收到之后10月底我就准备做了，又赶上 Gemini 非常的火爆，然后当时的话因为实在粉丝太多，问题太多，我又连更了好几期相关的视频，然后直到最近谷歌的账号注册又出问题了，对吧？很多人是不是无论是手机号还是注册都有各种困难？我又想起了，我这个视频还没有做，然后我就找了个粉丝，他有这个需求，然后我正好给他做一个全流程的激活，然后顺便做个教程。这卡的话，我是免费送给他的。如果你也想免费领取这张卡的话，那就看完这个视频，在最后我会说如何免费抽取这个卡，我直接免费包邮送给你，好吧？OK，那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这张卡到底是什么，为什么这里写了这么大的标题，零月租长期保号首选。这张卡最宝贵的，其实我觉得这个还不是最关键，最关键的它是一个真实的号码，不是虚拟号，所以它没有风控的一个问题。我的这张卡的话，应该是在2年前买的，当时花了20块钱一张吧，好像是。当时我也不知道它是可以免费申请的，后来我自己找了相关攻略，后来才知道。这张卡它的最大的价值，一个是它是一个真实的英国运营商的号码，所以它没有风控的一个问题。很多虚拟号码它是会有风控，它会跑路啊等等，你的账号直接被封掉之类的都会有问题，对吧？另外一个，它是支持零月租的。零月租这里的意思是什么？你不需要去订阅什么套餐，就比如说你打一个电话收一个费，发一条短信收一个费，就是这么回事。然后支持国内漫游的，你国内也能正常的去用它的流量上网。解码的话，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运营商，所以所有平台它都是支持的。目前我还没有说通过我这个英国号码哪个平台注册不了的，没有发现这个问题。所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高，实用性更高。如果你手上没有其他卡，这张卡绝对是一个首选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文章中简单介绍了一下啊。然后它虽然是零月租，但不代表你就是不需要去消费，然后它的卡一直会存在。它有个限制是每180天，也就是半年，它的余额需要动一下。那大家说，你只要发一条短信或者用一点流量就 OK 了。这里我简单给大家做了个举例。这边的话是，你这张卡如果想要正常的去用，它必须拿到卡可以免费给你，但是它需要一个10欧的余额的一个激活，就是你这个10欧需要去充值到这个卡里面去，然后激活这张卡才可以用。正常如果你单独去申请的话，它是没有一个5英镑的奖励的，这个5英镑奖励你只能通过邀请才能获取。我这下面的话有放邀请链接，但这个邀请链接的话，对于国内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，因为我们收不到卡。如果你能收到卡，你可以通过邀请链接自己去申请一张，这个没有问题。我这边的卡的话是直接通过我自己的一个邀请，可以去获取这个卡片分享给朋友，它是通过这种模式，所以我拿过来的卡它也是带这个5英镑的奖励的。所以正常来说，我们就是充值10欧之后，总共的余额应该是15。这里是英镑是吗？对，应该是英镑。然后如果通过发短信的话，单条短信就是你发出去0.3英镑，半年发一条，一年就是0.6英镑。按照这个模式的话，
你的就是如果只是为了保号，你收短线是免费的，这个不用资费。那你的话可以用25年，就是通过这种模式，你可以用25年，这个是比较稳定的，因为你发短信你一条嘛，你不会有多的资费。但是如果你通过这个流量的形式，流量的话是0.2英镑每兆，你如果在1兆之内，那一年的话就是0.4镑，那约等于37年左右。其实我感觉没必要太纠结这个年数啊，谁知道20-30年会是什么状态，对吧？很多人标个永久啊什么的，我觉得那个一点都没有意义。我这的话就是给大家知道这张卡应该怎么去用，可以去怎么用，给你们一个方案，好吧？然后其实网上还有看到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，我这里就不给大家介绍了，我觉得没必要搞这么麻烦，好吧？然后这里的话，因为电话号码它是随机分配的，如果说你比如说这张卡你拿到之后，因为我们目前其实电话号码这个东西很烂，说实话，无论是国内国外都是一样，你拿到的手机号可能就之前，就比如说你要注册个 QQ，你现在申请一个手机号，可能之前就注册过了，你没法用，对吧？它这里是支持你2次免费换号的，我后面也会给大家讲到这个问题。这我觉得还是比较人性化的一点，大家不用去担心拿到号是一个废号，比如说你要注册 Google，哎，不让你注册，你要注册 TG，它不让你注册，因为以前有账号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，那所以这里的话就是建议大家就是拿到激活号码之后，优先去注册你需要注册的东西啊，试一下，没问题的话，哦，那 OK，那你继续用，有问题的话，及时的去把号码更换掉，以免后面，哎，你已经注册了好几个号了，然后突然有个号不能用，对吧？那也很麻烦，你再换号，好吧？然后这张卡其实没有太大的毛病，除了就是免费申请你收不到，我们收不到，但是现在来讲的话，它都不往国内寄了，所以说对我们来说不算太大毛病。我不知道后续还会不会开放啊，我先把这里写到这边。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邀请的问题，如果你不通过邀请的话是没有这个5英镑的奖励的，好吧？另外的话，这张卡的话也是支持 eSIM 的，这后面我会继续讲。这里的邀请链接刚刚提到了啊。然后这里的 eSIM 的话，它其实是有2种方式，一种的话你直接可以通过 APP 去申请，而且你只能通过 APP 去申请，你官网的话是不能去直接去申请的。另外一个问题的话，就是你申请的这个 eSIM 它是获取不了这个5英镑的邀请奖励的，就是还是只能10镑。如果你想获取这个5英镑的奖励的话，你只能先去激活实体的 SIM 卡，然后再把对应的 SIM 卡转成 eSIM，那这样就可以了。这张卡的内容就差不多这么多。后面的话详细列了一下整个激活过程，还有一个重要操作吧。这里我简单看一下，等会儿实操给大家看，好吧？主要通过那个激活地址，我们这里看一下。哦，对了，我这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邀请链接吧。这里的话就是一个邀请链接，你从这个界面你去获取你的对应的 SIM 卡，你才能获得这个5英镑的积分，这里可以看到吧？但是这里地址的话，它是没有中国了，这以前是有的，现在没有了，所以我们没办法去申请这个卡片了，我就关掉它了。然后这里的话是一个激活页面，这个我们激活 SIM 卡可以通过网页的方式，也可以通过 APP 啊。我们先回到这里来。然后这里的话简单列了一下资费，接收短信是免费的，然后拨打电话比较贵，这个就没必要去考虑了。然后发送短信0.3，上面讲了流量是0.2。然后这里有个注意点啊，它正常号码显示的话是前面会有个0的，这个的话正常使用的时候要把这个0去掉，加前面的44啊。这个后面就是实操过程中我会再给大家提醒一下。更换号码的方式也在这里放，到时候登录账号之后会给大家也再演示看一下。这里还有个比较关键的吧，也算。其实实测我现在目前使用下来的话，感觉问题也不是很大。但是我觉得肯定会有很多小伙伴他会去纠结这个语音信箱的问题，因为部分的教程也提到这个问题，所以我把这个也做出来了。
但是目前网上很多发短信的方法它是失效的，没有用的，知道吧？目前的话，一个你就是要通过这个打电话的方式，另外一个就是通过人工，你去给客服发个信息，然后让他来协助你去关闭这个语音信箱。然后这里的话放了一个官方的一个说明页面，这我们可以看到，它这里的话就是需要你通过打电话，对吧？但是在国外管理的话，如果你身处国外，你就要点这个客服，我们可以点一下看看。这里的话，因为我没有登录，等会儿再实操给大家看一下吧，好吧？就先把它都关掉。我们先回到博客，这里的话我放了一个信息，大家可以根据这个直接复制去用一下。OK，那基本上一个卡片的内容就介绍完了。大家正常的话可以用实体卡，也可以用 eSIM， 这样的话就是很方便我们国内的一个使用状态吧。目前很多国外的卡它都是以 eSIM 的形式，没有实体卡的形式。这个的话，实体卡对于我们来说比较友好。OK，那下面我就直接来实操，好吧？这边的话，大家有需要看的话，可以来详细看一下这边的一个详细的步骤，好吧？我直接实操给大家看吧。这里的话，我们这里进来一个激活页面，我们需要去输入这个激活码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收到卡片，正常会给你一个这样的小卡片，上面这里的话是那个你的 SIM 卡片，然后下面这里会有一个激活码，我们输入对应这个激活码就可以了。这里应该可以复制一下，这个就是我要给粉丝激活的那张卡，我直接拍了张照片，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们直接点击激活这个 SIM 卡。这里的话，因为我们还没有账号嘛，我们必须去绑定一个邮箱去注册一个账号。这里的话，我也直接给他申请了一个新的邮箱，方便我来做教程。我们直接点下一步，然后这里的话需要设置一个密码，这密码注意至少要12位啊，它比较变态，必须要12位比较长，所以这个密码大家一定要自己记着。我这里直接看一下，怕打错，打错就完蛋了。但是还是可以通过邮箱找回的，这个没有关系啊。直接点击注册。OK，这里我们点击一个不要，谢谢就可以了，不要他来跟我们保持联系，没必要。这里的话，它会让你选择一个套餐，但是我们前面提到零月租嘛，对吧？我们直接拉到最下面，它这里是没有月费，我们可以，因为我是自动翻译的 ，Pay as you go，看到吗？没有，我们要选择这个啊，最下面这个没有月费套餐，然后我们点击继续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们就是要去一个充值激活，这里它最少必须是10英镑，有没有看到？这里的话也是可以通过一个充值券的，这个充值券的话可以在淘宝上买到，有需要的可以去买淘宝的充值券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用万事达和 Visa 的卡就可以了，国内的也是支持的。我之前的话应该就是用国内的一个 Visa 卡去充值的，然后这里我来用那个我们最近刚申请的一个 BYBIT 的一个虚拟卡，它是万事达的，应该也是可以的。然后我们这里需要输入一点信息，这里的话大家随便填一下就可以了。我这里填那个粉丝的那个，把这个复制一下。这是他的网名，我随便给他填的。它自动跳了个地址，那我们就随便选一个吧，这个无所谓。然后我们继续，这里没填。
再随便输一个，让它自动生成就可以了。继续。OK，这里的话，我们需要去支付这个10英镑，然后我们输入我们对应的卡号就可以了。填完之后，我们下拉，理解下单。要收个动态密码，这个是没想到的，我要收一下那个动态密码。好了，我输入一下那个动态验证密码。它正在激活，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的卡片插到手机里面。这里的话，它已经提示已经成功激活了，也显示了对应的号码。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的卡插到我们的手机里面去看一下，能不能正常的收到短信了。好了，我现在的卡已经成功的插到手机，然后获取了一个信号了，说明它已经成功激活了。然后我们可以再回我们的首页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余额状态。这里的话，它好像没有直接跳转你的。这里的话，它是一个旧号码的一个管理。如果有需要的，可以去看一下啊。这里的话，我们可以去设置一下个人资料。然后它这里会提示你识别需要几秒钟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点到这个页面之后，它就给我发了一条短信，给我发了一条欢迎短信。然后它会根据你的提示操作就可以了。我现在已经收到信号了。如果你没有收到信号的话，可以根据它的提示来操作。它这里的话也给了指引。然后我这边都解决了。OK， 它估计就没有，我们直接回我们的那个账号吧，看一下。然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账号是有15英镑的，对吧？然后目前的15英镑的话，你正常按照我之前的博客中的说明的话，用个25年以上没有问题。如果想继续用，继续充值就可以了。在这里，不对，在这里，好吧。然后下面的话，目前的话，这个手机卡你就可以正常用了。收短信的话是不用收费的，只需要去正常的保活。目前刚激活的话，你是不需要去做一个保活操作的。换句话说，你要等半年之后，你再去发短信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正常日常说，因为你去业务注册啊之类的，就需要去发短信的话，你自己顺延这个日期就好了。反正保证半年之内有余额的变动就可以，这个不难理解，对吧？OK，现在的话，整个激活就 OK 了。然后因为这个整个激活的话是帮粉丝操作的，所以我这边的话不会去做一个 eSIM 转换的一个过程，而且这个 eSIM 转换的话也是有一点要求的。如果有需求的话，我会再单独做一期视频，好吧？然后这边的话，整个流程是在通过网页直接去激活注册，然后 OK 的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也录了一个手机端的一个视频，可以大家简单看一下，好吧？手机端啊，正常的话就是点进来就是这个状态，然后我们同意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先要去登录注册，然后我们这边点继续就可以，我们点 OK。这边的话，它会让你先去做一个登录，但是我们正常的话，目前应该是没有账号的。如果你没有通过网页去注册的话，这边的话，它会让你登录。如果有，那你直接登录就 OK 了；没有的话，我们就需要下拉后面去创建一个新的账号，然后我们正常的就输入我们的一个邮箱去注册。这个跟网页上面稍微有一点出入，因为它需要你先有一个账号才能继续操作。OK，需要一个你的邮箱验证。
然后这里的话就正常，就是你设置一个密码，密码的话也是一样，需要12位的。然后当时在录制的时候，我应该是录少了，然后它报错了，然后我又重新录了一遍。你看它这里就提示你太少，我的明显密码太短了。然后我们看到这边全绿了，那就说明这个密码是没问题的，让我们注册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页面的话，基本上就跟网页差不多了，我们选 No Thanks 就 OK。然后我们继续。这个的话是因为手机我有指纹，所以它提示我们这里的话直接跳过就可以了。然后注册完成之后，它就会跳到一个账号界面，然后它这里可以选择 SIM 卡和 eSIM 两个都可以。SIM 卡的话，就是通过这里我们去填那个激活码，激活就可以了。然后 eSIM 的话，选择这个计划，直接去在 APP 端去生成激活，直接可以使用。但是这个方式的话是没有那个5英镑的奖励的。然后这边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的话，你点击激活就是跟网页上的一样，要输入一个激活码，输入这个 code，然后你继续激活就 OK 了，跟网页上也没有太多的出入。然后 eSIM 的话，这边也简单看一下，这的话它会让你直接选择一个套餐，因为它不需要更多的设置。然后我们依旧拉到最下面，我不要计划，我们选择这个不要计划，然后继续就可以了。然后这里的话就到了一个充值界面，一样，我们最少要充值10英镑。然后这里的话继续，然后去正常的支付就 OK 了，好吧？然后整个手机端的流程的话，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去做一个，如果有需求的话，会需要去做换号，对吧？然后这里的号码，我们在这里看一下啊，这我们看到这个号码，对吧？前面有个零，我们正常的话是用后面就可以了，然后前缀是英国的那个+44就 OK，这个注意一下啊，这里再给大家强调一遍。然后换号码的话，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登录的这个去找我的账号，然后我们到这个配置文件这里来，第二个选第二个，我们下拉，这里会有一个我想要换一个新的号码，有没有看到？我们在这里点进去换号码就可以了。我们点一下看一下，我之前的话应该是注册比较久吧，所以没有类似换号码的问题。这里的话，它会提示你的一些换号码的一些注意事项，然后每个账号只能换2次，所以我这里的话不会去帮他做一个换号码的操作，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去操作，跟着，因为这是官方的一个渠道，直接通过这个渠道来换号码就可以了，也是很方便的，好吧？然后最后的话就是一个语音信箱关闭的问题，这个的话，我们只要去这个页面，我们还是到这个页面，我们因为现在应该登录了，登录之后它应该可以直接去做一个，这个我们看到我们已经是一个登录状态，我们直接把我们的需求发过去就可以了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们直接复制一下，在这里，我想要关闭这个语音信箱，然后我们直接复制进去。这里翻译的问题应该是，我们直接点击这个 ，OK， 它这里已经发送了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正常的话是在一个工作日吧，他会帮你解决，会回你消息。一个的话，他最后的话会在你的手机上给你发条短信，告诉你已经处理了，到时候你可以到网页上来看这个消息就好了。一般来说，他就告诉你已经关闭了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啊，他的话会给你一条类似这样的消息，我收到的就是这一条消息，他会告诉你的问题已经就是受理了，已经有更新状态了，你去看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去看的话，它就会告诉你已经关掉了，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。正常的话就是你发完这个消息就可以不用管了。
OK，那整个这个卡从你的就是激活到注册到充值，整个流程就是基本上就这样就 OK 了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其实注册什么都没有太大问题吧？我觉得充值这一块可能有很多人会有问题。然后充值这边我再跟大家重点讲一下吧。只要你是 Visa 和万事达的，无论是国外国内都可以。我刚刚实测我们近期用的那个 BYBIT 的一个虚拟卡，它也是可以的，没有问题。所以它对这个付款的一个信用卡没有过多的要求，好吧？如果之前本身跟着我的教程注册了对应的虚拟卡，直接用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实在没有的话，然后想自己去充值的话，你去淘宝搜这个充值卡。这个充值卡的话，大概应该在100几左右吧。OK，那今天整个教程基本上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，我看到都会回的，好吧？然后需要了解更多、获取更多及时的消息，然后加强交流的话，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交流群，好吧？然后看到这里还没有点赞的，麻烦帮我点个赞，好吧？最后的最后，我会在评论区每点10个赞吧，就是当前这个是每10个赞抽一个人送出这个 eSIM 的卡片，然后直接给你包邮。当然了，仅限国内，国外应该也不需要。国外的话，直接通过我的邀请链接自己去申请一张就可以了，好吧？我这个视频的话会在不同的平台发吧，主要以 YT 和 B 站为主吧，好吧？OK，最后感谢大家的支持，然后没有订阅的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获取最新更多有用的、对小白友好的教程，好吧，拜拜。